肖战的花苞秀太绝了，这份细节控的用心，我真的被圈粉了。姐妹们，最近我被肖战扮演的沧海大人迷得不可自拔。刚才看到一个超温馨的小细节，居然剧中沧海那个美得惊艳的花苞秀，竟然是肖战亲手卷起来的，这也太用心了吧！说实话，追藏海传初期，我就被肖战的造型吸引住了，古典与时尚的完美结合，每一套服装都让我目不转睛。尤其是他那件青色长袍，袖口处那若隐若现的花苞袖，既不张扬，又透着文人的洒脱与克制，真是令人难以忘怀。谁能想到，让人动心的这个细节，竟是肖战自个儿动手卷的？不是造型师安排，而是他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和精心塑造。想象一下，他在镜子前不停调整袖口的样子，直到找到最适合沧海角色气质的卷法。这样的用心与投入，真让人感动不已。其实，肖战一直是个极其注重细节的人。为了演好沧海这个角色，他减重了整整8公斤呢。从身形到眼神，再到走路姿势和说话语气，每个细节都经过反复打磨。这次的花苞秀更是锦上添花，使沧海这个角色更显丰满立体。你们有没有发现，沧海的袖口卷得恰到好处，既不显得做作，也不显得随意，那种若隐若无的随性感，恰到好处地展现了沧海内心的矛盾。表面是个机敏干练的谋士，内心却又有侠客的潇洒与不羁。这可不仅仅是简单的卷个袖子，而是把角色的灵魂融入每一个细节。我在网上看到许多姐妹都被这个小细节打动了。有的人说，肖战真是太有才了，连袖子都能卷得那么有角色的感觉。还有人感慨，这正是演员与角色的完美融合，里里外外都是沧海。的确，这种对角色的热爱与尊重，才真正打动了人心。藏海传的服装设计本身就很考究，据说剧组在服装上费了不少心思，虽然是架空背景，但许多细节都能在明代找到影子。肖战饰演的角色虽然简单，但在细节上丝毫不马虎。例如，他那件青色长袍，衣领和袖口都用银线绣上了云纹，既展现了角色的优雅气质，又不失江湖侠客的风范。而在这样精心设计的基础上，肖战又融入了自己的理解，亲自卷出了那个让人怦然心动的花苞袖。这种为角色加分的细节真的是太赞了。还记得肖战在一次采访中提到，演员要用心去感受角色，从内到外的去理解他。现如今看来，他的确做到了。除了演技的投入，他还亲自参与到服装细节，这种敬业精神让人非常佩服。我认为，优秀演员与伟大演员的区别，往往就在这些不起眼的小细节上。肖战能够如此用心地处理花苞袖这样的细节，难怪他能把沧海这个角色演绎得如此生动动人。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被肖战的这些细节感动过？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发现。我相信真正的演技与用心，正是从这些微小之处开始闪耀的。肖战，这次真的让我心动不已。主播的手机维权结束了，可以继续拍视频跟大家聊《藏海传》了。那今天我想聊一下《藏海传》在我心里的2大绝对优势。因为我最早是做剧宣的，虽然现在做的少了，但是我也非常关注行业的情况。下面我说的这2大优势呢，仅仅基于我个人的一个看法，不存在对任何剧的拉踩和内涵。然后我先来说一下第一个优势，也是我心里的绝对优势，那就是《藏海传》从主创到剧情没有一丝丝的灯味儿。就是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在观剧的过程中，很多桥段，咱们心里每一个邪恶的想法都没有出现在这部剧的剧情里。比如说，最开始曲交要切赵尚贤的手指，然后包括曹公公的义女，大家看到这些片段的时候，脑子里第一反应是什么？曲交如果想威胁蒯夺，是不是就应该说我要把你老婆送去教坊司？反正我第一反应是这个。然后曹公公那一段，我会觉得就是陆岩是一个性资源。他会就曹公公会拿他去幸贿陆哥哥大官儿，但是其实曹公公人家就是
就是养孩子，人家是个大教育家，人家没有干这种事儿。但是在很多作品里，这种桥段简直就是像约定俗成一样，一定会出现的。然后有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我太肮脏，我的思想太肮脏了？但其实我后来一想，并不是，其实就是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在落入影视剧的一个套路的圈套里，然后我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既定的想法出现。因为其实很多中灯老灯的主创，他就是有这种恶趣味，然后时间长了呢，观众们也会觉得，哎，这是一个正常的事儿，但其实它并不正常。所以看到《藏海传》这些情节的时候，我只会觉得太好了，太爽了，我喜欢这样的剧情。然后我再举一个例子，《藏海传》的所有女性角色几乎都能叫得出来名字，比如说冯六迎妻陆烟、小芝，哪怕是配阴婚的那个梁小嫣，那个小女孩都是有名字的。正好说到配阴婚了，梁小嫣的哥哥在剧中为了妹妹可以跟比自己高几个阶级的医生官员大打出手，但是在其他剧里可能就不会有这种桥段出现。那这个其实就是主创跟观众都应该思索的一个问题了，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出现？其实剧里还有很多桥段能够佐证《藏海传》没有一点灯味这一点，而且《藏海传》的整体利益是非常高的。大家如果说二刷的时候，可以带着上帝视角去看一些片段，非常舒适，然后也没有一丝丝冒犯的感觉，不冒犯男性，也不冒犯女性。我觉得这个是剧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那可能很多人说这算什么优势啊？很多剧里也是很尊重女性呀，怎么样？但是没有像《藏海传》这种程度的。那这时候肯定有人说了，你这剧宣也不怎么样啊，真正的优势怎么能是这个呢？应该是剧情逻辑。那我只能说你还是没看懂《藏海传》，你还是多看看那种中灯老灯拍的大作吧，不要在主播这留言。下面我们就来说一下《藏海传》在我心里的第二大优势，那就是内容非常的满，它已经在最大程度上满足观众了因为它每一集信息量非常的大包括剧情的推进，然后悬疑反转、文化美学角色的感情线，当然我指的是所有感情，什么师生情啥的还有角色的弧光魅力。其实这么满的内容放在每一集里面，放眼整个市场，其实很少有剧能做到《藏海传》这个水准，因为大多数剧其实都需要剧宣有很强的发散能力，因为这个剧它的内容本来不支撑我们去做传播，但是《藏海传》它其实每一集的剧情就已经给了宣传很大的发挥空间所以这样的剧我觉得所有剧宣如果说是做它，应该会非常的开心，然后也会有非常的有成就感。而且感觉《藏海传》的观众全都是剧宣，全网剧宣，全员剧宣，大家每个人的点都很有趣，就是好像在这个市场上有种活人感了，不是人机了。所以市场还是需要这样的好剧，能让大家狂欢一次暂时忘掉身边的烦恼，开始所有人一起追剧，其实还是挺快乐的。然后也希望后面能有这样好看的剧出现。然后最后我要夸一下肖战，肖战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演员。我最开始对他也有恶意跟偏见，但是看完《藏海传》之后，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演员。如果他后续有其他作品的话，我应该也会关注。最后再说一下，想诋毁《藏海传》的，别来我的那个视频底下评论啊，我会拉黑你们的。最近在看《藏海传》嘛，然后看着看着我就有一个想法，我突然发现就是在追这种爆剧、追这种好剧的时候，我有一种逃离现实的感觉。就是比如说工作特别忙，然后压力特别大，但是我一想我晚上就可以追剧了，然后我觉得我干完我就可以追剧了，我就很快干完了。然后比如说我生活中会遇见一些难事，比如说我现在有某些东西我正在维权，每天要打好多电话，特别心烦，但是我一想我再烦我能有藏海烦，我事儿再大我能有藏海的事儿大吗？我觉得这都不是什么事儿。然后我就等晚上看剧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些负面情绪，就是这个剧它会让我的负面情绪给吸收掉，把我的负面情绪吸收掉，然后我的状态就会好很多，然后我的心情也会好很多。所以我觉得市场上是需要能吸收观众负面情绪的剧，所以我觉得文艺作品能让观众有参与感、互动感包括有这逃离现实的这种感觉，是一个文艺作品非常重要的一个功力吧。然后在追这个剧的过程中，逐渐的就把自己的情绪给释放掉了。你生活中遇见的什么事儿，然后你随着观剧的时候，然后主角发生了什么事儿，你的情绪随着他的情绪而走，然后你的负面情绪呢随着他的负面情绪爆发而爆发，就没了。所以我觉得它是就是看电视剧是个很解压的一个东西。如果你看爆剧看好剧，你的情绪会被缓解的更厉害。所以我就特别感谢《藏海传》，我就想我这生活最近要没有它，我就觉得我情绪不会特别好，但是有了它之后，我觉得
过得还挺快乐的。所以说，希望大家看看《藏海传》，还是很好看的。